北京时间2024年11月30号，上海航天8院的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地进行了首次飞行试验。我注意到后来很多介绍长征12号首飞的视频里，UP 主都多次提到了长征12号运载火箭采用了所谓新的三屏侧发模式，并声称三屏侧发模式具有很多的优点，是最先进的侧发模式。观众朋友可能会好奇，什么是三屏侧发模式？三屏侧发模式又是不是具有很多其他侧发模式不具备的优点呢？大家好，这里是土拨鼠杂技，今天的节目我就来和大家聊聊这个三屏侧发模式。想要了解三屏侧发模式，我们就要先知道到底什么是三屏侧发模式。要知道，一般来讲，火箭是由很多部段组成的，而火箭的生产厂往往又和发射场有很遥远的距离。为了运输方便，火箭就以部段的方式运输到发射场。这些部段运抵发射场之后，一般会被安置在技术厂房里。火箭的舱段在技术厂房里会经过严格的测试，这种测试一般被称为单元测试。只有所有的单元测试都合格，才会进入真正的发射流程。进入发射流程之后，技术人员就会把这些部段组装成火箭。组装后的火箭经过再次测试合格，就可以等待发射了。而这个再次测试的过程，一般也被称为综合测试。所谓的三屏侧发模式，指的就是火箭在侧发流程内，经运输、总装和综合测试这三个必不可少的环节时，火箭自身的停放状态是水平状态的。对于运载火箭来说，与三屏侧发模式相对应的还有一屏两垂侧发模式和三垂侧发模式两种。上个世纪，在载人航天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出现以前，中国的长征2号系列、长征3号系列和长征4号系列运载火箭的侧发模式都是一屏两垂的侧发模式。这种侧发模式的过程是这样的：火箭的各个舱段水平地运输到发射塔下，在发射塔上设置有吊车，吊车会把舱段吊起来，再翻转到垂直的状态，然后再把已经处于垂直状态的舱段放置到发射塔下的发射台上，或者是放置到已经立在发射台上的其他舱段上。如此，火箭就在发射台上完成了总装过程。接下来就是通电和综合测试了。经过综合测试，火箭就可以加注燃料，等待发射了。这里所谓的一屏，其实指的就是各舱段水平的运输到发射塔下，而两垂中的第一垂指的就是火箭的垂直总装，第二垂指的就是火箭的垂直测试。一屏两垂的侧发模式对发射场的要求比较低，甚至可以无需建设垂直火箭总装厂房，发射塔和发射台就是火箭的总装工作区。当然，为了保护总装后的火箭，技术人员往往会在发射台上设置可以打开和关闭的保护罩。如果火箭总装后，由于某种原因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才能够实施发射的时候，保护罩就会合拢关闭，把火箭保护起来。在技术水平还比较落后、经济实力也不是很强的上个世纪，这种侧发模式几乎是中国运载火箭的唯一侧发模式。后来在上世纪末，由于载人航天的921工程对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提出了更高的可靠性要求，为了提升可靠性，中国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上第一次采用了三垂直的侧发模式，也就是垂直运输、垂直总装和垂直测试的侧发模式。为了实现三垂侧发模式，有关部门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发射工位不远处建立了火箭垂直总装厂房，并在总装厂房和发射工位之间配套了专用的轨道。研制部门还为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配置了可以沿专用轨道移动的发射台。就这样，技术人员可以在垂直总装厂房内，在可以移动的发射台上完成长征2号 F 火箭的总装，然后完成总装的火箭
就可以在发射台上沿着专用的轨道垂直的移动到位于发射工位的发射塔下，进入待发状态。相比于一平两垂的侧发模式，三垂侧发模式由于火箭的总装工作在条件相对完善的火箭垂直总装厂房内进行，火箭的总装质量也更容易得到保证，可靠性得到了大幅提升。而且在垂直总装厂房内完成总装工作之后，火箭还可以在垂直转场到发射工位之前进行一次预先的综合测试，这样就能大大的提高火箭转场至发射工位之后综合测试的一次通过率。另外，三垂侧发方式使火箭的受力环境更接近于真实的飞行状态，有利于保护火箭的结构和设备，从而提高火箭的可靠性。以上的这些优点使得航天部门感到非常满意，所以在长征2号 F 火箭之后的新型主力液体运载火箭，比如长征5号、长征7号系列运载火箭，都采用了这种侧发模式。其实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三垂侧发模式就在 NASA、ESA 和 JAXA 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像航天飞机、宇宙神火箭、阿里亚纳5、H2 火箭都采用了这种侧发模式，甚至连最新的 SLS、火神、阿里亚纳6和 H3 火箭也都采用了三垂侧发模式。但是三垂侧发模式也具有着一些无法回避的缺点，首先就是灵活性差，发射流程依赖于移动的发射台，只要火箭还在发射台上，这个发射台就会一直被占用，设备利用率比较低。其次就是发射准备时间长，从总装厂房到发射工位需要进行多次合练，流程非常复杂。第三就是场地资源消耗高，就比如需要建设垂直总装厂房这样的大型地面设备。三屏侧发模式其实最早是被用于导弹武器的一种侧发模式，大家可以想想，像导弹发射车这样的设备就是最典型的三屏设备。因此这种模式也在注重武德的前苏联俄罗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最典型的就是俄罗斯的联盟号系列运载火箭了。三屏侧发模式的使用流程是这样的，火箭的各个舱段进入技术厂房完成单元测试之后，会被运到火箭水平总装厂房。火箭在水平总装厂房完成对接和总装，然后会被整体的水平吊装到运输起数车上。再往后就是火箭在运输起数车上进行水平综合测试，如果测试合格，起数运输车就会带载着处于水平状态的火箭驶往发射工位。在到达发射工位之后，起数运输车会利用自身的起数臂把火箭竖立在发射台上，使火箭处于待发状态。在这儿我要补充一句，为了使火箭和发射台能够可靠的配合，在起数运输车的起数臂后部一般还会设置一个适配器，起到火箭底部和发射台顶部中转过渡的作用。在运载火箭领域，最开始使用这种三屏侧发模式的就要算 SpaceX 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了。大家现在在屏幕上就可以清晰地看到放置在起数运输车上的猎鹰9号运载火箭。在中国，民营火箭公司的火箭也大多使用了这种侧发模式，像蓝箭的朱雀2号、天兵的天龙1号、中科宇航的利剑1号使用的都是这种或者类似于这种的侧发模式。在未来的新火箭中，朱雀3号、双曲线3号、天龙3号、利剑2号等也使用了这种侧发模式。我注意到视频里有 UP 主声称，长征12号是目前中国最大的采用三屏侧发模式的运载火箭。虽然说这种说法不能算错，但听起来总有点生拉硬拽的感觉。毕竟长征12只能算是目前最大的采用三屏侧发模式的运载火箭，这个目前很快就会过去，所以把这一点作为一个宣传点，实在是有一点夸张。看到这儿，大家可能会疑问，三屏侧发模式到底有什么优点呢？其实对比传统火箭的侧发模式，
三屏侧发模式最主要的优点就是节约时间和降低成本。三屏侧发模式把原来需要高空作业才能完成的垂直组装和垂直测试的过程，转变成相对操作方便的水平总装和水平测试，作业难度降低了不少，所花费的时间也大为减少，并且总装工作的质量也能够得到有力的保证。另外，由于起输运输车可以快速的起输和运输火箭，每次发射任务，火箭实际需要占用发射点位的时间很短，能大大提高发射场的发射效率。这一点对于像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号发射工位这样的同时服务于众多型号火箭的发射工位而言，显得尤其重要。在降低成本方面，三屏模式不需要造价高昂的垂直总装厂房，取而代之的是成本相对低廉的水平总装厂房。待发火箭也不需要长期占据价格高昂的发射台，只需要为每一枚待发火箭配套一个相对廉价的适配器就可以了，因而能大幅的降低发射成本。不过，三屏模式也并不是没有缺点，就比如有的高精度载荷是不能够水平放置的，在这种状态下，采用三屏模式的火箭就不适用于这样的载荷了。前面提到，三屏模式对比传统的运载火箭侧发模式具有很多优点，但马斯克觉得这样的优点还不够。在马斯克看来，三屏模式的发射准备时间还是太长了。未来，当火箭的回收技术成熟之后，返回的火箭不会像现在这样需要返回厂房进行仔细的检查和维护。在他的设想里，返回的火箭就像现在的民航客机一样，只需要经过现场简单的检测和维护，就可以立即投入复用。按照这个思路，三屏模式就根本无法满足快速复用的要求了。因此，马斯克升级了三锤模式，提出了用筷子来回收超重和飞船的设想。现在，经过星舰的5飞，用筷子回收超重已经实现，筷子回收飞船的实验也将在不久以后进行。到那个时候，将会出现一种全新的三锤侧发模式，而且我确信，这种全新的侧发模式也必将会成为其他火箭公司竞相效仿的对象。好，关于三屏侧发模式，今天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不知道您在听了之后有什么别的想法，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咱们可以一起讨论。在节目的最后，我提醒您，请您订阅我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能在第一时间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同时也欢迎您转发、评论、点赞。咱们下期节目再见。